这次呢跟佑我们出去就是像我们也要约法三章的，到时候对吧？我们要约法三章，我们就是为了保持好心情，不是对错。首先要玩好。玩好有前提的，玩好前面的前提很多啊。对，那当然不是首先啊，首先要有钱，你要付鸡尾酒的钱嘛。我倒真是不建议你们把工作放在那个时候，你乐得屁颠屁颠愿意去做节目，你带出来的内容都是 positive。我们先想办法把自己乐得屁颠屁颠。对，然后才会产生火花。对呀，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你那个屁颠屁颠很有情绪的时候，你说出来话都是激励人的，你知道吧？因为自己本身那个能量场不一样。哎，这个你刚才讲就这个3个字，能量场。刚刚阿婆说了，对吧？能量场，这个能量场是打开的，对，高兴的，然后愉悦的，对，是不是？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想办法给自己找乐子。对，所以这一次我跟阿婆的旅行目的，就是为了去找乐子的，叫逐浪记。浪，我们是去这次浪那个是浪，他最爱讲，我们又去浪，浪你个浪，你个浪，对吧？人生能有几回浪？我们就要一回一回又一回。对了，前浪吹后浪，对，不是后浪吹前浪，不前浪要往后，他对打在沙滩上，你要浪出自己的新高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接下来的那个旅行还没开始，我们就已经又猫着再下一趟，就开始约时间了，已经。你开始约时间了。所以你看，我跟他不一样，当然我是要在家里看狗。但是我会觉得我很舒服，我喜欢待在家里。他可以去浪，他只要开心，这没什么。我坐在家里我也很开心。你应该感谢我，我对待你老婆这么好，我把你老婆养这么好。那你为什么不感谢我？我对你老公多好。我才听明白，我这个肉绕进去了，他得又绕进去，就感觉是4个人的事情。明白，除了2个人，要跳出自己这个圈圈。对，这什么无我还是什么忘我。不是，其实但是你可以利用这种 change 这种变化哈，然后你去体验新的生活。你看原来就我们俩绑在一起，动不动就你看我吃饭就得想着他要吃饭，他必定要考虑到我的胃口，对吧？就各自是这样。但如果有我们这个半个月我们出去。他就可以回到一种就完全很自我的，就我自己想干嘛，我几点我都可以，我完全不 care 的旁边。他体验一下这种生活，当然不能要照顾女儿。你照顾，你就跟着他作息，对吧？你可以体验一下。乔爷，你要吃什么，随时跟我说啊，我带过来。没事。就是不是你这个说反了？对，你想吃什么？你跟乔爷能弄，乔爷人家现在也能做一桌菜。像阿光刚刚讲的很好，就是他给了我们这个旅行一个定性，对吧？好，那因为有很多我跟阿婆2个人已经乐得乐不思蜀了哈，我们在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有很多的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俩没考虑到，就比如说你们。刚刚阿公已经说了一个对我们旅行的一个期望，对吧？定了个性，然后什么，我们也可以说说他们希望，他们在家能干些什么？守些妇道。不，这跟我没关系。就回来都可以织毛衣啊。就回来已经什么毛衣毛裤都织好摊在那边。有人做到不和陌生人说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过分了啊，过分了，这个不可以这样要求阿公。对，现在你要问一下项有没有什么 idea， 主要对，你有没有什么 idea？ 你觉得我们还可以浪到个什么程度？有没有什么浪的高度？希望我们去达到一下。阿公也想想，上面的界限就要以安全为度。这个是底线，不是上面，是底线。对，你浪不要浪到太高，超过安全的界限就可以了。安全返航嘛。这个没问题。
对吧？这个是基本的，这是必须的那必须的，基本的。游轮上有卡西诺吗？有，我没打算去，你打算去吗？我没那个瘾。我们没有这个空没这，个我们很忙。我们两个肯定很忙。嗯，你知道，我还要编辑视频啊什么的。我们是去工作的。对呀、我们这次是去工作。我们要实现工作和旅行，对，就是兼得。我倒觉得这是你们应该更注重在旅行和休闲，工作你们要带，可能只能作为一个附加，千万不要作为主我力。应该把话反过来说，应该说我们是去旅行休闲的，但是工作不能落下，这样子说可以吗？对，这样说他就听懂了。这个东西我不能反对，真的，我是觉得你们一定要把，既然出门去旅行，是以开心和休闲为主。我们肯定是前提是开心和休闲哈，那前提。不开心，我们能做到就行了，还问我干啥？我觉得也是跟乔叔一个想法，其实就是开心呀。我想不出来有什么一定要你们去，就是你因为你一定要开心去，一定要带这个目标去，他就对没有对玩得这么其实开心了呀。是你要有一个对吧心情。你看他那一天开头他还想，他这个主意很多啊，一天好多主意，然后就讲啊，我有什么主意又来了，然后他想说要给你们俩什么任务，我说你千万别，这两个人千万不要想的太多，包括比如说我今天在游轮里面，我累了，我啥也不想玩，我就想睡觉，那也是一种开心。对，就是然后你阿婆就是一种拿个心镜头看，哟还在睡觉，对呀有意思，有意思。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就他是已经睡了就是多少个小时？就是发生了什么就是什么。阿婆船上真的很好睡，又已经有它13是年自动大没有睡过摇篮，我跟你讲，后面加个又已经有13年没睡过觉了，就是主标题是吧？我是觉得我这次去呢，我没有抱着我想要去干嘛，因为我到现在我还跟佑讲，你不要告诉我行程。我可以说，他如果这次回来一个视频没做，我照样开心，我没有任何东西要抱怨的，要提醒的。对呀、但是我会觉得我们会有，肯定是视频是要选择掉哪一些不放上去，肯定有好多。我们很期待，就是 surprise，就是我们没有预期到的对惊喜。对，就是对这个。我很期待这个东对，西。这就为什么我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对因为因为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对对，这个才是最好玩的。一旦你不是说想不出，而是你想出来了，它就变成一种期待，就是基本的计划去影响你的心情，有基本的计划，会影响你但是在玩的心基本的计划的过程当中，对，会发生什么？肯定会有会不会有什么转角的邂逅、偶遇什么？真的，我后来回来只有他一个人回来，说又在墨西哥 settle down 了，那边移居到墨西哥，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最后游轮是会返回美国的，啊，那你可以不上游轮，中途跳船。总之就是说，我觉得啊这个是很多人不用转角遇到啥想那么多，转角遇到啥不知道。这灵异事件本来是想讲爱情很浪漫的东西，变成变这个了。惊喜变惊吓了，言情片变成了恐怖片。就是我在船上要给佑讲鬼故事。哎，我真的这么多年啊，我哪里的鬼故事我都能冒得出来，但是游轮上我还真没碰到过。Suppose 不应该的，为什么？以你的这种玄学理论，你说我觉得不为什么应该，碰不到，是真没碰到过，很奇怪。那就不能碰。你这话就大话就不要讲。怎么越来越惊悚了？感觉这种人怎么听了这么惊悚呢？我在尝试一种新的一种就是状态，然后因为我原来从来也不会想象过我会跟一个年轻的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去，我可能我都是跟一个老太太一块儿去。哦，我从来都是跟人家讲不要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对呀，对呀，是不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我们是抱着回来绝交的。好像想到这个。你想好了，我们做了已经
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对，做好最坏的打算我。都不意外。就像阿婆做好了要睡帐篷的打算是一样的，我们做好了回来是要绝交的打算。回来千万不要觉得奇怪啊！哎，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人生哲那学。说好了啊，就这样办。这是我的人生，我什么事情哈，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想到它最坏。那就比如说我要不要跟友出去，那我就想到最坏，不就这样吗？那最坏不就绝交吗？对啊，绝交一个月以后又好了嘛，就有可能。那可能比之前更好。对，是吧？这东西就你只要这样，你还有什么没这什么顾虑。中间不知道发生什么故事啊？哎，真的，我只是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然后也有之前还要说阿婆你要跟我讲那个睡前故事，我说我哪有空跟你讲睡前故事？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就比如说你什么小时候啊，什么春游啊，或者是就是总之是不是跟家里人一起出去旅行，或者是在外面过夜，通常情况下都是要你哪怕在被窝里了，都得要讲到图书馆去借一本看图识字，到时候365页自己看。其实我故事是很多的，我只是说哈，像这种故事就不能 share 了，就我可以跟你讲，但是别人不能 share 的。就有的有一些不，他这里故事是包含着我的很多，可能就我在讲述的时候已经代表了我的观点的，所以不能 share。你明白我的？我只能跟你讲，我可以跟你讲。感觉你觉得怎么？你就是得说张三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事情，那故事一点都不好玩，可以，就没色彩。那你看，还好现在讲清楚，是只有想不到的，就是如果他们今天没想清楚，下次回来你永远想不到，是因为又说阿婆没给我讲故事，所以两个人绝交了。马上你可以拍一个视频，你要给他讲睡前故事，要哄睡友。那个老高小猫，老巫婆与小仙女儿。对，我还然后你想这个跟那个船员借个船桨，啪的打下去，他睡吧。才没都这给你开玩笑。哎，你也别说哈，你别说，我小时候就是故事大王，就是我后面有一大帮的小孩跟着我大姐姐，然后我带他们去山坡上，因为我们的爸那个学校有山头，我们就在山上，我跟他们讲故事，我可多故事。完了，这次俩故事大王碰一块了。我小时候也是因为讲故事拿了不知道多少零用钱。那你这样，你给阿婆讲睡前故事，哄阿婆睡觉。新的版本出了，最后两个人谁的故事都不服谁，最后绝交了。最近有一个很好看的动画片。什么动画片？就是叫《兰若寺》。然后里面就是讲故事，里面的整个情节就是讲故事。超级好看，你们去看。然若寺这个电影它是个动画片电影，它是2个半小时，讲的都是聊斋故事，一个连一个，就是聊斋故事。但是它那个电影的名称叫兰若寺，非常好看，我看2遍了。讲聊斋故事。哎呦，我可喜欢讲聊斋故事，就是其实是最适合的，就是我感觉聊斋故事就是爽的是我知道它是套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了就很爽那种。其实你知道，聊斋故事不管什么鬼啊、神啊、狐啊、仙啊，他讲的都是人的故事。是啊，对，就有人情有情在里面的，你都可以套进去，都是人的故事。对。我主要是比较佩服他的一些想象力，就比如说他如何转世啊，他多少千年啊，就是修炼了多少千年啊，那首歌《白狐》好不好听？还可以。说到千年，对，阿婆，鬼故事来了，挺好。没有，不是鬼故事，我们在说的是什么？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对呀，你看。这个也是，你像在这之前，我们完全是，就是八竿子打不到的人。我搜到阿婆的第一个视频的时候，是用椰子油做葱油饼。我这辈子我都没有想过我会真的跟这个人认识，更想不到的是还要跟他一起搭邮轮去旅行，还要住同一个房间，烦死了，还要互相哄睡。缘分很奇妙，对吧？阿婆是因为
为你我才知道椰子油可以这么用。所以你要讲呢，这个天地之间自有它的因果，对，那是不知道原来做过什么事情，导致了现在这么惨的结局啊！他又开始乱讲，又来了，又来了。啊，这是一个悲剧，最后还分道扬镳了，不是关系崩掉了吗？你不能讲最后，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是不是最后。这倒也是。对，你哪怕最后所谓的最后就是有一个人嗝屁了嘛，对不对？你很难讲。是不是又有来世了呢？对，不是你们刚刚还说两个人就回来就关系就崩了。我们只是说回来的时候。对呀，那个时候我们做好了那个准备，就做好，就叫向奔而去，对，向奔而往。我们做好了2025年的圣诞节，对的时候，我们是恨着对方的。很浪漫吧？是很浪漫吧？是不是很浪漫？这种就是他就在制造情节。那我们要做好准备，就他们回来说，少你选谁？最难的是他。说到这个地方啊，就让我感觉到我到了神经病院里。就是那个不是有一个小视频，那个几个神经病专门演神经病的吗？演的可好，真的演神经病，是真的是神经病去演了神经病吗？不是，他是正常人演。正常人是专门演神经病，也可能是神经病，正常人。你不知道。我们需要讨论神经病的话题。这个从哪儿就聊到神经病这个话题？对，我不知道我们会拍出我文艺们现在片还是惊悚片。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这个第一次合作旅行是有点忐忑的。不用担心。你说我不要去给自己设定的期望或者目标。我是跟我做事情没目标，就是去放松，这样你们才能够真的把自己的心情放到一个最合适的位置。我不知道阿婆。我不知道我到时候是什么状态啊。你什么状态我都能接受。你可以，你现在你就开始考虑我到底要工作干这个干那个。我跟你讲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我刚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还跟阿婆说，我说我还是就是曾经还是一个专业的领队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领队的 team 有一个同事，平时就特别特别好，对吧？然后呢，我们几个人合作一起，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团在游轮上的。然后呢，当我应该是刚开始跟他合作，另外2个人已经跟着他已经好几转，船已经好几转了，同一个航线走了好几转了。好，船咵靠岸，那2个人就看着我，看他马上肾上腺素飙升了。他马上要开始，就是一下那工作状态就起来了，你知道吗？船一靠岸，我们要准备下岸了，他马上那工作状态就起来，一下子那个人那个神经疼的要到这儿，然后就哇，就一定要快，要这个准，要这个不能出错，然后就一下这个人就变得。所以你担心你上了游轮会条件反射？我有点担心，我有点担心，不会，我有点担心。你要万一出现这状况，你看，我这次带团太幸福，只带一个老太太。对，这个的确是 VIP 团，就是这是我要劝你，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当做，就是你要在阿婆面前表现的你够专业。对，不需要啊，你懂意思吧？因为你也是去玩的人，你也是去玩。然后你今天你不需要做那么周全的。对，你要之前做好很多功课，我不能做，然后阿婆会失望啊，为什么？对吧？然后我都搞不清，那怎么办？但是你就让这些东西怎么办？我已经开始了，其实你知道吗？我说一上船，第一件事情，我现在去餐厅搞个什么什么事情。他前几天就开始，已经开始了，他开始各种计划。他说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干嘛？你说的对啊，我们2个人对你们的期望就是真的要放下一种工作的心态。对。我 A4 纸已经写5页了。对，他已经，而且在这中间跟我说了好几次我们要怎么计划？我说我无所谓。我真正希望你们上了船以后，所有的行为、言语有感而发。对，这句话讲到点子上。还有一个我刚才在吃饭的时候，我有说了有一句话，我说我有的时候去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做饭。对，我已经达到目的。不要去预演，不要给自己设定角色。对。
这个是最自然的。对，就是我最你看我最 basic 的目的我已经实现了，就是说我去就是为了不做饭，16天不做饭 ，OK， 老子自己做，牛，是吧？是吧？老子往前坐点，哎，老子来，老子自己做，厉害。不是，我说我已经达到了。掷地有声对，你看我就要求我没有概念，所以他原来说啊，我要不要把这个整个行程给你介绍一遍？我说你什么都不要介绍，因为什么？我记不住，我也不 care。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到这个地方，你自己都是懵的。哎，这个地方对好像来过，好像没来过。好，这是最好的状态。对，这就最好的状态了。对，不要在那里。我怎么可以允许我自己到这个我就要这样，为什么？把你打晕，把你自己打晕。对，我就怕他一到那个地方，他那个神经就来了。对，我也怕。我其其实我能够想象得出来。对，因为你阿婆，我们现在马上要下去，那你还有10分钟，你来得及吗？对，然后他肯定就这样。我们几分钟之内一定要到那边，不然的话我们会搭不上那辆车。然后，因为你看哈，吓我一跳。我上次跟阿公出去的时候，阿公就是抱着这个，不行，今天一天去睡觉。哎，我们也有那天去睡觉。哎，我们换一个活法。哎，走路。我们你看，我们上次就是我们设定的路线没有去嘛，后来就换一个。哎，我们还拍了很好，不一定。其实我现在回过来想，所有的 professional， 所有的 schedule 的东西，都是形成你心理负担的东西。因为你一旦建立起来以后，你就会觉得我要去完成。你就被他控制，就被他控制。对啊，你就想嘛，你今天如果你的行程里有5件事，你今天1件事没做，你今天就是不开心的，对吧？因为你觉得你漏做了一件事。我不做又怎么样？无所谓，我跟你不行，你就头3天在那呼呼睡都可以。我们有连续3天在海上线，所以我说，哎呦，好喜欢这个，先上去躺够了。对啊，你看阿公那个时候多好玩，白天好睡到半夜不睡了，10点半跟我邀我出去玩，然后就去，哎，也是一种，然后就是瞎逛在上面。白天他睡觉，你又照我的腰，我什么时候半夜拖你出去？我去看那视频，都不同意。就看那视频。白天真的白天睡觉。白天我们那时候那个中午困了嘛，就一直睡到天黑嘛。不要有所谓，床上真的好好睡，好睡啊，不要有所谓，好睡就我跟你睡啊。们讲，否则的话你错过一个东西，一个 guilty 塞在这里，第二个错过又一个 guilty， 越塞越满，最后自己的他。我一直想跟我一个朋友说，因为他就是很在意我走过多少地方。其实我后来觉得哈，你即使所有地方，就是人生你永远走不完，你一定都有没有走过的地方，只有没有走过，你才有下一次的期待。如果是那样走下来，这个行程结束以后，你2个真的就不用再见面了，因为这种旅行一点都不好玩，你知道吗？是你已经发挥了你的专业，知道这个是什么，然后我会觉得你很累。那个不需要这么累，真不需要，因为我们可以缺好多好多。我可以缺好多。你要做到一种随心所欲，随遇而安，对，要这样子，而不是我今天5个景点，我从 A B C D E 一直要走到头，累死你有可能。其实我可能我只要玩2个景点，我足够，我开开心心的，对不对？我踢踢踏踏，我还回头走2遍，无所谓，我开心啊。我能时间足够多了。我现在越来越期待了，颠覆我啊！对呀，就要颠覆你。这次就是要去改变你的，因为你知道，我曾经就是在当年工作状态的时候哈，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比如我们一出差，一进入那个会议室，我们那个状态就那个样子，就我们自己都不喜欢，就是你就马上就是那种。职业装一穿就是端着吧，一到会议室就端着，就那个样子。我这样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今天做一个视频，比如说上邮轮的视频，然后你跟观众介绍的非常专业，这一天在某个城市停了1天半，我那呢经过什么景点，然后我的时间算的刚刚好，又去了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景点，这么是一个视频，告诉你怎么安排，怎么很紧凑。我就拍了照，你看这是在3天之上迎风
招展什么之类的。你看这一个视频啊，你觉得是不是这是很专业嘛？你的知识告诉人家怎么安排，很有效率。但是你有另外一个视频，比如说，我就今天我这个是船上是这么一个行程，我是想去5个景点，结果呢，我们中间呢鞋带断了，走不动了，后来误了一班车，后来呢第2个景点没去成，但是我们很开心，我们直接跳到了第3个景点。我以为是个灾难片，不是，不是它变成就是我们这的个根据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但是我变成漂流记了，但是我很开心，我始终保持一种好的一种自然状态。我觉得人自然。完了，我觉得这是2个不同的片的内容，是我没有那么专业，我自己携带，我不知道早点搞个携带好点的携带吗？你现在的建议很危险。你现在在怎么讲引导我们，很开心愉快、忘乎所以很不专业的旅行。我们可能一去不回头。我告诉你，这条路很长啊。对，可能我们连着。对，我是这样觉得。你就经常见不到我。我是这样觉得，如果你的生命你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能力，能够追寻到自己的快乐，你应该去追寻的。对呀。我觉得，所以我也是在想说，所以我那天说你来了，我再跟你说。他那天不跟我说要安排什么，我大部分给他否定了。我说你来了，我跟你说，刚好我们今天我写了5页纸啊，我跟他讲读了2行，我听都不听，我就给他闭了。我说你不要讲，你不要讲。他本来还安排你们，被我打了。哎呀，你们5页纸里面有1页是你们本来。有1页这么多后来被我一下打。我说你来，我跟你说，因为其实你看哈，我们就说就他讲的，这个其实你讲生命旅程，你说起来，哎呀，我们生命还很长，我们出去旅游的机会也很多，但是唯独像这样的一个机会，一次你在这个能够开心的不多。而且你又不要工作，你原来是工作，那不叫旅行，那跟你没关系。就是旅行跟你否则你想就变成它就不是一起去玩，而是你带着一个人的一个旅行团。对，你变成我刚刚不跟你讲，你变成哇，我这次旅行团很舒服，只带一个人。这个是最难干的，用句流行的话就叫你的生命是来体验的，不是来展示的。对。就是说，你如果说我设计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你表现出来的视频，你是来展示，我这个过程什么，但是我来体验，说我碰到任何问题，我怎么处理，我怎么保持自己的心态，我能够照样活得开心，这是我一种体验。所以你看啊，因为你会遇到各种问题。所以你看哈，我那天跟又提了一个建议，你们听看好不好？我就说我们出去玩，现在就是随意见到什么是什么，然后呢，等我们回来，我们再来一起做节目来总结。那你可以去总结，因为回来了嘛，我已经回来了，崩了就写一篇互相攻击的。哎呦，好了。无非也是掰掉嘛。对呀，所以我对你那1页挺感兴趣，那1页是啥东西？有没有半夜是叫我走？是啊，你千万别问，那个话叫什么？后起害死猫，你不知道。回来你可能我们回想越回味，哇，有好多可圈可点的地方，然后我们甚至可以坐下来一起做一个节目啊，这都是可以的。那个时候就不着急，对吧？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非常赞同乔也一直跟你整个心就反而没有负担的出去，我只负担我们行程不要迟到了啊，这个要上传就安全就行了。那至于我能错过几个景点，真的无所谓。对，把目的放下，不要有目的。你看啊，就像我在4岁就我感觉我是去修炼的。对，我跟你讲，我孩子小的时候，我1岁半就带他出去玩，那。就是每年我都带他出去玩完回来，你会发现他根本没有任何印象。那阿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你觉得你已经安排得非常好，非常好，其实我回来我完全我根本没记住，所以这个东西那是没玩好。
你看，那你又你看我又来了给自己加码我又来了对吧？啊你会觉得你一定要救，其实他不是，你玩的再好，我仍然不是，因为我不 care 是去哪里。你看我来温哥华，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多少年了？现在阿公再带我的时候，他告诉我，我带过你来过这2次，我从来不承认，没有。不记得，还是这样，所以没有用，因为我不 care 我去过哪里，我而是 care 我这个你过享受程，当下的那个对过程就行，我不 care 我去过哪里。为这个事情，我抑郁到吃药好几次。他跟我讲我带过你来，我说没有，不知道，就不承认。这因为我不记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跟友那天说，哎，阿婆，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些？我说你不要跟我讲，到那里下船我就去溜达一圈，是哪都可以。我要说啊，如果以后再这么要求你，直接跟他掰了。就是怎么样都得掰一下，对呀很容易掰，对呀、友谊的小船随时都会掰。对，随时就翻了。真的是开心最重要，自己的，听从自己的感觉。因为开心会产生其实非常多的那个真正奇妙的东西，就是其他因东西都为开心不，重要，就是因为都不重要。开心。有的时候开心会记得一辈子。我记得，我父亲当时跟我讲的所有他年轻的时候的事情，都是那些就是调皮啊，在一起开心的事，我也是，对呀记得的都是这些。全是记得这个东西。你不然我们若干年仍然会忘掉我对这个心对，情。就是我记得之前说过，我爸妈当时对去吧，带我们去青岛，其实最后是很狼狈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觉得对就是好玩，很开心，很开心就特别记住了记得。如果你反过来想，那时很井井有条，什么问题都没出。其实对呀我现在可能记忆没这么深刻，因为那时候很小，对。对真的没什是这样么印象。所以你看，我的期待是这样，我就是想期待在路上出点什么小出点糗丑事情，鞋带断那反而有意思了，我准备鞋带断了。今天已经算是掰开了揉碎了。把你重组一下。对，我反正这个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也很期待。对，就比如说我开始肾上腺素开始往上飙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要跟我讲，哟，等等，吃药，吃药。你可以吃药了。对呀、不是，我能想象到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就比如说，这时候特别好睡，然后一有的时候就想，哎呀，我们又安排了行哗，把程，窗帘拉开，阿婆起床了，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我跟你讲，你们那时候就该马上把镜头打开，你床底下拉那个拖鞋就给我扔过去，你看，对啊，这样多有生活气息啊！对，他说还把床底下拖鞋扔。床底下拖鞋准备好。是不是？不是我的场景，就是我就会跟伊尔讲，那咱就不去了吧，睡呗，对吧？上次去的，我跟一个朋友他去，但他们爱打桥牌，他是一帮人打桥牌，然后带去游轮，那时候就天天在游轮上打桥牌。但你可能有人会觉得你打桥牌在家打不好吗？你非得要花钱在，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开心。在家打桥牌还得自己做饭吃。对呀。还有家里人你知要吃饭。道他那个多开心，他们可能也不在乎外面怎样，他就是打，就是开心就好了，真的，谁跟谁，人跟人太没有不一样对错，没有对错，真的，我觉得就是这样。我们没关系，阿婆呢是能叫什么不要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就是你让我去玩，我也可以。就出去玩，但是如果你觉得，但是你千万记住一点，不要放他到海上去游泳，那个东西沉下去捞不回来。这明确表示了不游的。对我都不带游。他即使要游，你都不拿个绳子给他拖回来。他这沉下去，你捞不回来的，你知道吗？就是阿婆如果说我要游泳，就你要吃药了，彼此提醒吃彼药。此提醒吃药了。你会吗？不会的。对呀、所以我才说随心所欲，听自己的心声，但是以安全为度就可以了，对，没关系。是吧？因为我如果是只是自己的话，就是我只有我自己，因为以前是自己一个人习惯了嘛，然后就自己来衡量，就是那个度到底是怎么样。我的底线在哪里？如果不行，错了，比如说错过班车了，我在日本错过班车，然后我还能怎么办？我就一定会有一个 Plan B，就是很辛苦了，其实很辛苦，就是会一直处在这个状态，就是我自己如果
把这个事情完全搞清楚的话，是没有人救我的。我只能是靠自己的，就一直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过如果在日本 settle down 下来也可以。我日本很多故事，对，所以没关系，对我们就踹吧。放松清醒，放松心情去。这是本来我挺放松，现在一说我反而不放松了。为什么？你现在说下你的点在哪里？不放松的点在哪里？就是我要不是没有 schedule，不是不叫是说你有没有 schedule，或者是说我而且不要纠结 schedule。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好了啊，我们昨天晚上2个人商量好，我们今天要走3个景点。但明天突然一个状况，可能我睡迟了，可能或者我累了，或者我走一景点我突然没兴致了，或者2个人觉得没必要了，可以不完成。我这个也我 OK，对吧？就是这个是对我这个阿婆这个你一定要记住，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说好了，明天他要晚点起来了，你就不要催他了。那我就去干别的呗。不会，这个2个人，然后我就爬起来把闹钟关掉。对吧？就是如果没完成，也就没完成呗，对，没有关系。或者就是真的出了一些状况，不要有心理压力。对呀。什么状况是我搞不定的？然后就来了呀。对呀。这就来了吗？这不应该是很放松的吗？对啊，这就是你有心理压力啊。这是心理压力。当然了。对呀。就是你不允许自己有状况。不是没有不允许，我允许，但我搞得定。这2件事情好吧，就是我是觉得你要预设你自己会出状况，你就反而就是我随时迎接有可能有的状况，因为你控制不住的。这样就行了呀。你不是说你必须让他出状况，这2件事情吗？那不是，就是他出状况，我也知道该怎么办。不要勉强。就是任何问题出来，我能解决，当然量力而行。对，我如果能解决，很开心，我就解决掉。我记得我刚开频道的时候，然后我找了刚开频道，然后我找了一个我以前关系特别好的我一个客人，就跟我很多年，然后就在疫情期间，他先生过世了，那我就也是应该去看一看。然后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很鼓励我，就说你开这个频道，好，你应该做这个事情，你做这个太棒，太适合你了，好。然后呢，我就说我说你要给我提供一些资源啊，就比如说你这么多的旅行，他跟他先生旅行50年，50年里面每一年到后面退休越来越多，然后就说我说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有什么就告诫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我其实很想听到一些很惊悚的事情，但没有，他说最严重的一次，有时候他说我在哪摔了一跤，就是没看地上，然后摔了一跤。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擦一擦起来就好了。我说就这么简单，你们50年的旅行你怎么可能只碰到这么小的事情？他想了半天，他跟我说他有一点，我永远都是放在非常前面考虑的，量力而行。永远把量力而行放在最前面。对，就是先考我行不行，勉强我不去了。对，我觉得力气不够今天不去了，心情不好不去了。对，就量力而行，哪怕有一点勉强对，有的时候所以他们就50年的旅行没有出过事情，不要勉强，就是这样。对，就我很吃惊一开始。是啊，这个也是我的比较喜欢的一种状态，因为我的另外的朋友他的旅行他是不一样，他想就是哪里有新的地方，因为这是他也挑战自我，我想去探索，他一直有这心，但我其实很敬佩他这种精神，但是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一直是不可以跟他去旅行的，因为我是会拖他后腿。如果他因为每一个地方，因为我好不容易来这地方，我也是计划了好久，说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那我是无所谓，我就觉得如果太高，我可以不去。我可以放弃，所以他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没对错呀。从他角度，他就要完成这样，他才觉得快乐，他喜欢。对，这是他的快乐。所以我是选择，所以我希望我们2个能够也这样，就是不行那咱就不去吧，放得下，能放下就。我是很会转弯的。对，那就行。就是一定是必须要转弯。如果你一个旅行特别是旅行，你没有办法变通，没有办法转弯，是没有办法开心的，对，没办法继续，就继续不下去，会很辛苦，很辛苦。对呀。那跟我本身有工作状态那是不一样的。对呀。对啊，你哪怕出错都是得错得漂亮，真的得处理得漂亮。
你要让别人哪怕错了，最后就是得要可圈可点，对吧？好在有你在，就要人家讲这句话。去旅行去玩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对，这是个人的事情，你不需要有心理负担，我必须做好什么事儿，因为你完全可以放松心情，你可以把职业状态放掉、忘掉。然后就当着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去玩，我会出现什么状况？当我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出什么状况？好，当这个状况出现了以后，好，这就是我们未来你的节目中该有的内容。哎，你就会看，你看，如果你是这样状态，会出现什么？你看，包括我在做我的 recipe 的时候，哈，你问阿公都知道，我不会，我很惊喜，每当有一个东西失败的时候。我会如获至宝，因为有的时候我的观众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是因为我没碰到过，我没法回答。你比如说烤这个鱼，就那一次我跟他讲为什么我的鱼这个肉变迷掉了，我就如获至宝，我从此我就知道。哦，不能那么早把柠檬放进去，柠檬太厉害了，一下把鱼肉都弄。你看，就是出错才让我进步的更快。我的 recipe 就，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要职业，你把它放后，你放在后面你的职业里面去谈。当你现在出去的时候，你就以普通的人跟我一样的去一起体验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他出错的时候，对你后来的职业，你真正的是作为顾问的话，你又获得了如获至宝，这个是保障的经验。你说呢？就像你刚才的那个老太太跟你讲的，对吧？她的经验是这个，就没有说我一有在，你这事情哪有搞不定的？你不可能出这个错，因为有我一有在。不是，你放下来，你跟我一样傻傻的一起出去看，看看会出什么事儿。就是我忘了，我今天不想。这就是那句话的杀人自有杀父。哎，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就是我今天完全不在工作状态，可以吧？有时候会不在工作状态的。就你看我现在处于半痴呆状态了，我仍然觉得还可以。对，你试试看，这样出的错，我试试看，但是一般出去旅行我有点难。因为无论是跟就是说以前工作，还是说后来跟家人哈，就是跟家人一起，因为人家你特别是跟家人一起，然后家人就会觉得说这是你的专业啊，然后理所应当应该是我不这么认为，你都在安排吗？我们应该都听你的，然后你应该是说给出最对的那个决定做决定的那个人。我不喜欢以这样的状态跟人相处，这个不对，就是天要下雨，没有对，所以我这次自己为什么就是说我会觉得，哎呀，这次跟阿婆一起。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很新奇，你知道吗？没有，他前面哎呦就一会紧张，你已经有负担了。所以我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去要求一个说你应该你必须 no， 你这个时候完全可以有条件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放下，跟傻子一样出去，就跟普通消费者一样出去，就而已。为什么不可以傻子？逼啊傻子！我都看到上面冒傻气。开始冒了，开始了。然后我得玩到一半问阿婆，看我傻不傻？看我傻不傻？傻的傻。哎，对不起，打到了。阿婆直接说冒气了，冒气了。那我们当然他一般想不了太远，但一想远了，让你就很难受，因为他负担特别重。啊？不要管他那个想得很远的事情。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阿婆出门不认路了，就是被你这样鼓励出来。我现在终于明白。我自己也不认路一样。就是你要鼓励阿婆，别看，傻，对，傻一点，来傻，然后阿婆不认路了，出门就不认方向了。你看他就是我的方向盘多好啊，就依赖现在自己就知道。那不行，阿婆，我现在得到的任务是我要傻，所以你得认方向。我保证能认。